嗨，大家早，欢迎收看今天的来开箱吧。那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什么呢？就是 New Balance 2024年上市的高阶的鞋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突破半马或是全马的跑者，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开箱哦。那我们的鞋子来吧，噔噔，就是这一双 New Balance Fuel Sail Supercon Elite V4。那我相信呢，很多的跑友啊，其实在网络上，不管是 IG 或是 Facebook， 都已经看到这双的一个照片了。跟大家介绍它的这一个中底，100%的 PBEA 的材质，听说呢比上一代的回馈多了4%。上一代的Elite V3呢是83%，这一代听说提升到了87%的回馈哦。所以等一下我非常期待来测试这双鞋的一个跑感。那现在呢，就让我来穿上它，准备实测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的整个鞋面相对是用一个比较透气的一个网布。那我自己穿上去的第一时间的脚感觉得足弓有被比较支撑的感觉，碳板鞋相对的在推进的过程中，其实回馈感是非常强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做操一下。我们就是会先从慢跑的速度，然后我会慢慢的把速度加起来，渐进式的去感受每一个速度所带来的回馈感，然后分享给我们今天正在收听的观众。那等一下我们跑的是这个台大校园，一圈大概1.5公里，那我们就出发实测 ，Go！ 那我自己现在跑6分数啊，感觉是蛮稳的，它不会有过多的你踩下去，它给你的脚踝或者是关节有太大的受力。那现在我们就先用6分数跑1公里，感受一下。我觉得开始慢慢加到5分数的时候，感觉更快速的通过到前脚掌了。它的那一个弧线带过去的速度变快了。刚刚跑6分数的时候，只觉得还蛮稳的，因为一般的碳板鞋，你会踩下去会觉得马上回弹的很快，可是跑6分数不用这么快的感觉啊，因为那反而会让你的整个不管是足底肌肉，或者是小肌群负担太大，所以我觉得相对的，这双鞋跑6分数的时候是比较稳的，然后慢慢加到5分数的时候，感觉上啊，它整个的往前的这个弧线慢慢有显现出来，因为它这一个 Energy Arts 的一个碳板弧度，慢慢在5分数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它这样子的一个带动。好，我们现在慢慢加到4分数。感觉一下，我觉得加到4分半很不错。我自己感觉跑起来有保留原本的稳定度，但因为我落地的力量变大了，所以我的回馈感也变强了。但是没有因为我的回馈感而让整个稳定度变差，所以我的惯性其实维持的蛮好的。摄影师不要偷加速，想要被我开爆吗？现在我们的速度加到4分数，那我觉得这双鞋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当你的速度越快的时候，它向前的这一个弧线的感觉会带动的越顺，而且不会失去它原本的包覆性跟稳定感。所以对脚踝或是膝关节有受过伤、骨盆不稳定的人，我觉得这双鞋应该会驾驭得很稳，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有好的稳定性，然后再帮助你去做到一个好的能量的回馈。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进入到3分数了，你看，都已经爆表了，3分数了，3分数了，19、19、10数，3分数，我觉得真的不错你踩的每一步真的是稳的，你不会感觉力量会分散掉，蛮集中的。好，我们完成。我们刚刚这样子实测下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穿过Elite V3的话，你来穿这一代。完全不一样的脚感，它完全是大升级。我必须要说，我敢打包票是大升级哦。这边在此为大家来做鞋测作证，因为在 V3它的弧线一样很顺，
但是它稍微的比较弹一点点。V3本身就已经相对于其他的碳板鞋来得稳定了，但没想到 V4又变得更稳定，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你们真的要实际穿了，你们才知道，因为它整个落地的时候的那一个稳的感觉是很清楚的延伸到推进的那一个瞬间。那一般碳板鞋，我相信大家在穿的时候都会觉得落地的时候会有一个马上就要回正的这个过程。而当我穿上这个 Elite V4的时候，落地的时候它相对是比较稳一点点的，然后再弹起来，而不会像蹦马上就要回弹。很多的人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的又透过好的肌肉的支撑的能量去吸收这些回弹的一个反作用力，所以导致很多在穿碳板鞋的跑友，不管是骨盆或者是足底，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甚至受伤的状况。那今天我自己实测的这一双 Elite V4，我从6分速一路跑到3分速，在6分速的体感呢，其实是比较偏向感受到鞋子的稳定性，然后落地的时候觉得还蛮稳的。其实穿起来是跟慢跑鞋很相近的，就是那种很 Q 弹、很稳定的感觉。那慢慢的我加入到5分速的时候，我感觉到弧线型的滚动式的设计，慢慢的让它更有效的去带动我们的身体的惯性。那当我加到4分速的时候，发现了它既保有前面的稳定，同时滚动的感觉更顺了。那3分速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力量的回馈变得更明显。那我的每一步其实都有效的踩踏在我的地板上，有好的一个能量的回馈。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实测的一个内容。那这双 Elite V4呢，是我们 New Balance 的高阶的鞋款，所以主要呢就是针对无论你是想要突破5公里、10公里、半马、全马 PP 的跑者，都相当的适合哦。那特别注意啊，我会建议啊，就是想要驾驭这双鞋的跑者，一定要在比赛前的训练，尤其是几个重点训练，一定要去加入这双鞋的一个适应哦。比如说我们的马拉松配速跑，无论你是做5000公尺、4000公尺常见些的一个马拉松配速跑的训练，或者是说像 Tempo Run 12、16公里的一个训练，那当然也有我们的最重要的大长跑，比如说像2个小时半。或是26到30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有氧耐力的训练，都可以去透过这些训练，让你对于这双鞋的能够更熟悉，更能够去知道说，它所带来给你的脚感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记得哦，你的所有的鞋子啊，我会建议至少要驾驭50到80公里再去参赛，才可以知道说，鞋子跟哪一双袜子搭配是可以相对的比较不容易磨水泡，而且脚感是会在一个比较顺畅的状态下，因为这双鞋我们是要拿来破 PP 的。那我自己建议啊，大家还是要上店去看一下，就是说，这双鞋自己穿起来的脚感如何？那当然，在我们的旗舰店，不管是西门或是台中的3名店，你都可以购买到。马拉松世界也有卖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在2月3号之后就会开始做购入的动作，千万不要错过，就是2月3号。好。谢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来开箱吧。你还想要开箱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需求。好，那我是光头神童李安轩，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那跟海外的跑友讲哦，我2月7号到2月8号会在香港，2月9号到2月11号会在澳门，2月11号晚上跟2月15号又会回到香港，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因为呢，我们会在这2地呢去做一些跑步交流的活动。那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跑步哦。身为一个运动摄影师呢，保持运动习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完全跟不上。出发！你是光头摄影师，刚刚好。你看这个跑姿也不错哦，果然有上课有差。这个收腿可以哦，果然 L2 没有白上哦。我觉得下次可以找替身大家认为这个动作怎么样 ？OK 吗 ？OK 吗？有没有办法当我的替身？现在速度应该大概5分速。这应该不是吧？这应该4分多了。4分多了。你看他也可以跑4分速，刚好可以当我的替身。加油！加油！加油！